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在网络上看那些哇超漂亮的宇宙照片啊、星云啊、星系啊，宇宙里面明明到处都是那种恒星爆炸啦、星系互撞啦这种超级混乱的事情。对，但为什么你从一个很大的尺度来看，它又有一种很宏威、很有秩序的美感？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后面悄悄地维持这一切啊？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今天我们就要跟你一起来钻研这个问题的核心之一，就是宇宙磁场。对，磁场。而且这里有个超级矛盾的地方，科学家透过望远镜看到，不管是我们小小的太阳系，还是那种横跨几万光年的大星系，它的磁场都很有条理，规模很大。但理论上，宇宙里充满了一种叫做湍流的混乱力量。我的想象是，它应该会把所有东西都搞得一团乱才对啊。没错，理论上是这样。这感觉就很像，明明外面是台风天、狂风暴雨，结果你看到雨滴竟然自己排成整齐的队伍往下掉，这怎么可能？嘿嘿，这个比喻很棒。我们今天手边的资料是几份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还有普渡大学的最新报告，另外还有一篇是刚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上的论文。是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爬梳一下这个困扰科学家几十年的谜团到底是怎么被解开的。好，所以为什么宇宙磁场这么重要？我的意思是，就算它乱七八糟的，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可大了，因为宇宙中你几乎可以说所有东西，从行星、恒星到整个星系，通通都有自己的磁场。这些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力场，其实深深地影响着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天文现象，像是比如说太阳风怎么吹，那些高能量的宇宙射线是怎么跑的，甚至连一个星系一开始是怎么长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的，都跟磁场脱不了关系。哇哦，可以这么说了，如果搞不懂磁场，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就永远缺了一大块拼图。了解。而且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矛盾，它不只是存在而已，它几乎是天体物理学界一块最让人头痛的乌云，飘了70年都散不掉。70年哦。对，整整70年。过去这么多年，科学家一直想用一个叫做发电机理论的东西来解释。发电机理论？对，简单说就是会导电的流体在运动的时候可以自己产生磁场，但结果非常让人沮丧。怎么说？不管他们怎么建立模型，用电脑去跑模拟，跑出来的结果几乎永远都是那种小规模、乱糟糟的磁场。等一下，所以这就跟我们实际观测到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对，完全都不拢。没错，就是完全都不拢。我们用望远镜实际看到的是横跨整个星系、非常有秩序的巨大磁场结构。理论跟观测差这么多，这在科学上是很严重的问题。你想象一下那个星际介质，也就是星星跟星星之间那片很空旷的空间。好，里面充满了混乱的气体跟微粒，那就是湍流的大本营。理论上，这些混乱的流动就像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会把磁场线任意的拉扯、弯曲、打结，最后变成一团乱嘛，对不对？没错，但观测到的却不是这样，它井然有序，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OK， 所以旧的理论算是碰到墙壁了。那在这次突破之前，科学家有没有别的想法？他们是怎么去看待这种混乱跟秩序之间的拉锯战？他们早就知道，在湍流这种系统里面，有一种力量叫不稳定性，这个东西就是把一切推向混乱的元凶。但同时，系统里也存在另外一种东西，叫做稳定模式。可是这个东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被当成空气的。等等，你说他们忽略了这些稳定模式，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为什么？是技术上做不到，还是当时的科学界有什么盲点呢？问得很好，这主要是一个观念上的盲点。你可以把稳定模式想象成一块很有弹性的果冻。果冻？对，你用手指搓它一下，它会晃动，但很快就会自己平静下来，恢复原状。我懂了，会自我修复。没错，所以过去大部分科学家都觉得，在一个由混乱主导的系统里，这种会自我修复的模式根本无关紧要啊。它们就像是个惰性的、不起作用的旁观，很快就会被混乱的能量给淹没。
结果这个假设错的。错的离谱。威斯康星大学的 Paul Terry 教授，他带的团队在几年前就发现，这些被忽略的稳定模式其实非常非常活跃。哦，在星际介质这种超大尺度的系统中，它们不但不会被动的消失，甚至会主动站出来对抗那些制造混乱的不稳定性。怎么对抗？他们会把那些快要被打散的能量重新导回产生湍流的源头，也就是一种叫做剪切流的结构里。所以它像一个刹车系统。对，这个比喻非常好。它就像一个刹车，阻止了整个系统的能量被彻底打碎成更小、更混乱的碎片。OK， 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刹车系统，这解释了为什么磁场没有碎成一团乱麻。但这听起来还不是完整的故事。没错，这算是部分答案。这项早期的研究是博士生 Bindish Tripathi 的学长姐们完成的。所以 Tripathi 接下的任务就是要站在这个基础上往下挖得更深。他要回答的是，这个刹车系统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更重要的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启动它，让秩序从混乱中浮现？所以这篇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新论文，到底提出了什么不一样的看法，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Tripathi 和他的团队，他们做对了2件关键的事。第一，他们在电脑模拟的输入上加入了一个全新的，而且是持续补充的要素，是什么？叫做速度梯度。好，那速度梯度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哈哈，对，是有点。有什么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可以帮我们理解？有，绝对有。你可以想象一个很简单的画面哦。想象你骑脚踏车，结果没看路，砰，直接撞上路边的一道矮墙。好。你的前轮是不是瞬间就停下来了？对，停住了。但你的身体会因为惯性继续往前飞，甚至可能翻过那个把手。对，很有画面。在那一瞬间，你的轮子速度是0，但你的身体速度还很快。这两者之间速度的巨大差异，就是一种很强烈的速度梯度。我懂了。宇宙中到处都有这种现象，比如太阳表面不同层的气体转速不一样，或者2颗中子星合并的时候互相撕扯，都会产生这种持续存在的速度梯度。OK， 所以第一个改变是加入了这个持续的能量来源。那第二个关键的改变是什么？第二个改变是模拟的规模。这可能是，我说真的，人类有史以来做过最复杂的磁场模拟之一。有多复杂？为了精确地捕捉到物理现象的细节，他们在一个包含1370亿个网格点的3D 虚拟空间里面进行计算。等一下，1370亿，这个规模的模拟听起来不是我们家里的电脑，甚至不是普通实验室的电脑能跑的吧？完全没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普渡大学的 Anvil 超级电脑会是这个故事的关键角色之一。Anvil， 对，你需要像 Anvil 这样的巨兽，才能捕捉到这种从混乱中诞生秩序。我们现在谈的是，每一次模拟都要同时动用3万到4万个 CPU 核心，3、4万个核心。这大概是上万台高阶家用电脑的运算能力，全部集中起来，只为了解这个问题，太疯狂了。没错，所以 Anvil 团队给了他们特殊的权限，让研究小组可以一次动用半台电脑，也就是512个节点。哇 Tripathi 本人也说，程式码在 Anvil 上跑得非常漂亮，即使请求这么庞大的资源，排队时间也很短，让它能快速得到结果。这在其他地方可能要等1个礼拜，效率很高。对 ，Anvil 现在还提供了125 TB 的储存空间给他。你想想看，他们总共产生了 0.25 PB 的数据，那相当于25万 GB， 这得用几千只最高容量的手机才装得下耶。哇塞，好，那有了这么强大的工具，他们在模拟中到底看到了什么惊人的景象？ Tripathi 描述那个过程，他说，我们在模拟开始的时候，设定一个有速度梯度的流场，然后加入一些非常非常微小的扰动。
就像用手指轻轻推一下水面，然后就放手，看整个系统会自己演化成什么样子。然后呢？他说，一开始情况就跟过去那些失败的模型一模一样，这些小扰动很快就发展成小尺度的混乱、湍流和磁场。听起来又要失败了。对，但就在他们以为又要失败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哦，随着时间推移，那些看起来乱无章法的混乱结构，竟然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互相合并成长，最后变成了更大、更有序的宏观结构。哇，所以混乱中真的诞生了秩序，真的诞生了秩序。所以关键就在那个时序的速度梯度，如果没有它会怎么样？这就是最重要的问题。Tripathi 也做了对照组实验。当他让一开始设定好的速度梯度随着时间自然衰减消失之后，模拟就只产生了我们预期中的那种混乱小尺度的图案，完全无法形成任何大尺度的秩序。所以真的是它？对。所以 Tripathi 非常强调，一个稳定大尺度的速度梯度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就等于是说，过去70年，大家可能都看错重点了。没错，科学家一直专注在湍流本身的混乱特性，但真正的秘密其实是那个在背后持续稳定地喂养整个系统的能量来源。少了它，宇宙真的就是一团乱麻。就是这样。哇！这真的是一个典范转移等级的发现。不过，这终究是在超级电脑里跑出来的结果，它跟真实世界有关联吗？有没有办法验证？有，而且这就是整个故事最精彩的收尾。哦，快说快说。这个新理论意外地解决了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已经尘封已久的悬案。悬案？对。在早ở2012年，威斯康星电浆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在做了一个实验的时候，得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数据。这些数据跟所有当时已知的理论模型都对不上，他们完全无法解释，所以这个谜样的实验结果就这样被搁置了10几年。你该不会是想说？没错，当 Tripathi 的团队把他们这个全新的理论模型跟那个2012年令人困惑的实验数据一比对，发现竟然完美吻合！天哪！你可以想象那个实验室里会有多少人下巴掉下来。这在科学上就像是你写了一部侦探小说，结果发现它刚好破解了一桩真实的悬案。哇！这等于是为他们的电脑模拟结果提供了一个来自真实世界实验的一个非常强力的佐证。太酷了！所以搞懂这个从混乱中诞生秩序的机制，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用处可大了。往小的地方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预测太阳的活动。太阳活动？对，像是太阳黑子爆发之类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太空天气。这会直接影响到地球上的卫星通讯啊、电网安全啊这些。哦，跟我们的生活有关。那往大的地方说呢？往大的地方说，它可以解释宇宙中一些最极端的事件，比如2颗中子星相撞，或是黑洞周围的磁场是怎么运作的。Tripathi 特别提到，这对现在最热门的多信使天文学有直接的帮助。多信使天文学？对，就是当我们用不同的望远镜同时观测到来自同一个宇宙事件的重力波、光线和各种粒子的时候，这个新理论就像一把钥匙，能帮助我们解读其中关于磁场的讯息，拼凑出更完整的宇宙图像。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跟你一起探索的内容。一个困扰了天文物理学家长达70年的大哉问：为什么宇宙在普遍的混乱中还能维持着宏大的磁场秩序？现在我们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解释。是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持续存在的速度梯度。没错。而揭开这个谜底的不只是科学家的才智和洞察力，还有一台能同时调动数万个核心、处理上百 TB 数据的超级电脑，让我们终于有能力在虚拟世界中重现宇宙的奥秘。这个发现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有时候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我们认为不起眼或惰性的元素，就像早年被科学家们忽略的那些稳定模式，它们可能正扮演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关键角色。
它们不是背景噪音。对，它们不是背景噪音，而是维持系统秩序的隐藏力量，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用更强大的工具和更创新的思维去发现它们。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这项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从微小的扰动开始，只要有一个特定的条件，也就是那个持续的速度梯度不断作用，最终就能演化出宏大的、有秩序的结构。这个从混乱中诞生秩序的模式，除了在宇宙磁场中，在你所知道的哪些其他领域，无论是生物的演化、社会系统的发展，甚至是个人创造力的迸发，是不是也可能同样适用呢？